于叔叔，我想知道你跟我父亲到底经历了什么。眼看着这一片太平的万花筒就要毁于一旦了，党国已经决议，在这里迎击日本。陈怀恩，在。大战在即，无论战局如何，你和你的小组要埋伏下来。 终于要迎战了，我们这回可以调转枪口，一致对外了。一致对外？是。别忘了，共产党永远是我们的心腹大患。暂时罢手，只是做做样子罢了。一个国家，一个主义，一个领袖，要警惕共产党的渗透。是。是。 你父亲给你留的就是这把枪，小婷。但是我的身份远比你想象的还要复杂。你可能不知道整件事的真相。当时，你父亲是察觉了一些蛛丝马迹，但你父亲是个爱国人士。那个时候，国共合作，全民抗敌，你父亲一直都同情和理解劳苦大众被奴役、被压迫的现实，对我们共产党坚决抵抗的作为，很是赞成。那我父亲知道您的身份吗？ 我们得改换身份，马上就理。我马上着手去办。你把文件给谁了？就是玉婷看到你从周凤山皮包里拿出来的那份文件。你听我跟你说，我从来没做过任何危及民族利益的事。这么多年，你应该了解我。玉婷。 你先出去一下，我跟你于叔叔有事要说。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不着边际的话，我只想知道你到底是谁的人。家里有规定，绝不能对外人袒露身份。那个时刻。 我只能伪说自己是奉了上峰的命令，在锄奸的同时搜集情报。好在上海那个时刻，敌我势力的交错非常的复杂，国民党内部就有中统和军统的派别争斗，而军统内部的争夺倾轧也同样残酷。平时我跟你父亲
多年出生入死的交往，他并没有深究。刺杀周凤山事件之后，我们都不能公开行动，你父亲就叫你回了重庆。这把枪已经暴露了，雨婷，他不能再出现在上海，你把他带回去。我和你父亲改头换面，继续埋伏下来，直到那次刺杀李卓群，那可是个陷阱啊！进来！兄弟，快走！快走！快进来！进来！走！真可惜，我没有来得及加入你们。走，快走！一起走！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后来通过我们自己的情报线才了解到，李卓群早就投靠了重庆的国民党大佬，做起了双面间谍的交易。我们的行动消息被军统内部泄露给了李卓群。小婷，你父亲是国民党内斗牺牲的妻子。父亲是国民党内斗牺牲的妻子。李若群的2份家产清单我都看过，在抗战快要胜利的最后时刻，他为了买命，勾结了军统局的人。原来这就是我一直要找的真相。我替我父亲报仇。小婷，你现在已经知道了整个事情的真相。我不愿意再看到你一错再错。这个时候你需要冷静。你说让我怎么冷静？我一直那么信任他们。孩子，冷静下来。眼下是要想办法把赵云飞救出来。韩琦那边可是不想放过他。我是跟云飞有些过节。我也只是想整整他而已，我没有想到会变成现在这样。别担心，他和他的伙伴都没有松口，事情还有转机。
所已经给赵云飞动刑，技术手段也上了，但是到目前为止，还是没有查到实据和任何的线索。我已经接到好几个老同僚的电话，过问过此事。你要抓紧进程。若有实据，坚决抓，我绝不护短。若是没有，这个年头，不要让别人当枪使，少树敌。你明白吗？明白。赵云飞，你没事了。奉长官命令，赵云飞回原职待勘。云飞同志，云飞同志，云飞同志，组织派我来见你。你不是刚被放出来吗？是组织策划营救的，怕你再入虎穴，咱们赶紧走吧。什么组织？保密局吗？我已经不在那儿干了。还记得圆圆舞厅的老板娘琳达吗？那是我的上级。咱们赶紧走吧，目前咱们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呢。我不知道什么圆圆舞厅。西安有这个舞厅吗？赵云飞，你无组织无纪律，我要代表组织处理你。赵云飞同志，赶紧回驻地，这儿交给我处理。明天早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一定记住接头暗号，解开第一个扣子。再解开最后一个扣子。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弃用。咱们俩这算是捡回一条命，就是不知道云飞那边怎么样。是啊，咱们俩还能相互照应一下。云飞就不知道了。这云飞怎么还没回来呀？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？老岳，你别瞎说，云飞命大着呢，就是不知道陈玉婷她会不会。云飞，云飞，慢点，慢点。这陈玉婷跟你多大的仇啊？怎么把你打成这样了？怎么样？
还扛得住吗？扛得住啊！我还担心你们两个呢，没脱层皮吧？放心吧，我们两个没你待遇高。我们两个没事儿。云飞，你能从战区看守所活着出来，真是命大呀。还有泰林，这平常嘻嘻哈哈的，关键时候还真进得了鬼门关，好样的！这帮蠢货做梦都想不到，咱们在密码之上还加入了中国分手图册做加码。这是咱们第一次经历生死考验，不丢人。云飞，我们懂，我们都没让家里失望。就是不知道他们接下来还会有什么行动。放心吧，不管他们接下来有什么行动，我们都会战斗到底的。生死面前无大事儿，咱还怕什么呀？韩站长，我们什么办法都用了，就是找不到赵云飞通共的证据。甄专员，那也不好，就这样把他放了吧？报告，进来。什么？找不到人了？有人跑了？哦，不，你看这家伙，这么简单的任务交给他都干不好。甄专员，可不是我无能，确实这属下办事不力呀。哎。枪。瓦尔特 PPK， 有效射程50米，装弹7发，套管手工10克，镶银橡树花图案，是把好枪。枪是你的吗？不是我的，是我未婚妻的。我原本一直以为，我一直想把她争取过来，但现在看来，应该是不可能了。我看他并不是良知泯灭的人。叶处长，我向您汇报一个情况。说。我这边
身着那边的军服，死在封锁线附近。韩琦啊，韩琦，你们西安站真是厉害啊！所有的人都是白的进去，红的出来。嗯，属下无能，属下无能。云飞，你吃苦了。他们一直不肯放过我，可能是因为我以前履历的问题。刚从保密局出来，又身处机要部门，难免有些敏感。你和陈玉婷的事儿，我是有所耳闻。是你小子悔婚在前，他要挟报复在后，你们俩真是一对冤家呀。不过现在好了，经过这么一番折腾，再也没有人能怀疑你。这就叫守得云开，见月明嘛。韩琦那边，我会让他老实点儿，弄得整个长官部都鸡飞狗跳的。对不对？你们年轻人就是党国的未来，要往前看，要往远看，踏实工作，才能得到党国的重用。我明白了，盛叔叔。1947年6月底，刘伯承、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渡黄河，千里跃进大别山。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，撼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。与此同时，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，使胡宗南进不能进，退不能退，困在陕北，陷入绝境。叶处长，有什么新任务吗？玉婷，这次国务会议，委员长颁布了戡乱建国总动员令，上海特别区是在规划中的重中之重。也既然在西安那边查不出什么所以然，那就赶紧回上海，参加整顿社会局面的任务。是，立即返回。好。长官好，知道赵云飞在哪儿吗？我没看到赵长官，他不在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陈长官有事吗？云飞，我找到我要找的东西了。找到了就好。云飞，我明天就去上海了。这一别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了。我为之前的事情向你道歉。道歉就不用了。要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我们可能都不能活着出来。
应该是我们要谢谢你。赵云飞的态度礼貌而冷漠，陈玉婷的心里藏了千言万语，却只能缄默无言。他多想告诉赵云飞，关于我养父的死因，你是对的。共产党人没有杀害我的养父，他一生为军统赴汤蹈火，可某些人更在乎的是手里的金条，而不是他的性命。可是我在乎，我同样在乎的还有你。不瞒你们说，校长现在是1天3点，催促我与共军作一决战。前方战事正紧，不知胡长官您现在有什么打算？南北夹击，逼毛泽东东渡黄河的计划还在实施中，只怕是共军也想得到，咱们未必能如愿了。胡长官，委员长所说的3分军事，7分政治。若不是军情联络不畅，我们早就能找到共产党的主力进行决战。目前部队比较分散，又各自为战，保密工作做得又不够好，共产党似乎对我们的前行方向总是了如指掌。不如派一些您身边信得过的军情人员到各部队督战，这样可以保证军情的绝对通畅，还可以加强保密工作。您意下如何？申文兄的话倒是提醒了我，总部的军情人员全是我从黄埔青春校带出来的，亲手带出来的，比那些站边人员要靠得住些。电台是军事联络的要中之要，如果可以从通讯团中抽调些精英骨干，充实到重要的部分。话说的正是。哦，你们马上去拿出一个作战方案来，立刻执行。起立。占领延安快1年了，毛泽东的共党中央至今是无影无踪，我都快被那些报纸当成笑料了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笑话，这是整个党国军队在被嘲笑。归根到底，还是我们的情报工作不到位。你们都是党国的精英，又是各部门的顶尖人才，却缩在后方做一些杂事，实在是太浪费了。现在前方需要支持，你们谁愿意主动请缨啊？既然如此，那就服从安排吧。起立。今天你们在座的各位，都将被委任为各部队监督。你们要把看到的、听到的一举一动，直接汇报给绥靖署参谋处。兄弟，我多一句嘱咐。陕北是共党经营了10几年的地方，赤化的最彻底。那个地方都说是白的进去，红的出来。我叮嘱一下各位，你们要相互支持，更要相互监督。绥靖2处和保密局不允许任何的离心离德之举。是。下面宣布调动部署。直属通讯团赵云飞调至
延安警备司令部整编实习师何文鼎部。是。云飞老弟，经过这次磨难，上面对你肯定就更加放心了。前2天在随经二处遭遇的一切，确实让我对自己更放心了。我现在应该叫什么？生不怕京兆尹，死不怕阎罗王。老弟误会了，今天不是我找你，是叶处长对你另有委任。我已经不是保密局的人了，来见你纯粹是给盛长官面子。既然你是从保密局出去的，那你就应该很清楚，在这个地方讲的除了军法，还有家法。如果你实在不愿听我讲下去，我就让叶处长亲自跟你说。有区别吗？谁来都一样，得看我愿不愿意做。你在重庆的旧乡时，圆圆舞厅的老板琳达，应该还记得吧？记得。他是共党嘛，整个重庆保密局的人都知道。干嘛？又要把我往共党方面攀关系啊？恰恰相反，据我们探知，琳达，不，中共党员林一达，这是他的本名。他现在也是那边保卫部门的一名长官了。然后呢？既然你和他有交情，而你现在在保密局这边又经受了这些磨难，足以迷惑他们，让他们认为你现在仍有投共之心。所以，叶处长和毛局长的意思是，知己知彼，打入到共产党内部去，挖掘情报。我们想让你尽快的想办法和他取得联系，这是秘密任务。我想想，你这么说的意思是，前2天把我押进随经二处，就是为了试探我，都是你们安排好的。老弟，这些事情你就别往深里想了。你如今能够大难不死，这是你的造化，这叫天意嘛，啊？所以陈玉婷那一枪也是你安排好的，是吗？你他妈耍我呀！这事情都过去了，陈玉婷怎么想的我不知道，但是她心里对你有情，这可是明摆着的。现在上面认为你是可以信赖的，在如今这个年头，能有这种评价，已经很难得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只知道胡长官派我去延安指示督战，别的跟我没有关系。那你在无锡的老母亲，还有那些大大小小的生意，我听说产业还不小吧？您这些，不都得让那边的弟兄们给您照应着吗？我是不是应该谢谢韩长官的照应啊？行，也党过效忠了，我可以再调一次脑袋。那就多谢老弟的成全。我们啊，之所以在延安的战事上节节失利，这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情报跟不上。云飞，你是一个十分难得的人才，我希望你以后一切能够以党国利益为重。我敬你。如果你和他们取得联系，获得情报，不管你身处何地，
都可以按照上面约定的时间发报。我等你的好消息。到了给家里的发报时间了，出什么事儿了吗？走之前我还有一点事情要请示一下家里。这就要走啊？岳飞，你这一去，一切都要小心，敌人没那么容易放过你。放心吧，你们一定也要守好电台的工作，一定要遵守我们的纪律和规则。伤势好些了吗？都是皮肉伤。还在记恨玉婷啊？我不恨她，我就是恨我跟她成了两条路的人。哼，我看她并不是什么天生的凶神恶煞，对你这通折腾，倒像是挟私报复。总之欠她的我还清了。还清了？心里的事儿，不是说能放下就放下的吧？再说了，你能加入革命队，他为什么呢？就是差一个时机啊。进来。玉婷，你回来了。陈玉婷特来向您报道。本来想着你回来了几天，先让你好好休息休息。你也知道，先把箱子放这儿。但是你也知道，最近的战事比较吃紧，应该要集中社会资源，积极配合前线战士的危急时刻。但确实在这个时候呢，有很多的不法分子纠集无业，收容难民，妨碍征兵征粮，所以呢，你就辛苦一点。暂调你到警察厅，你去配合警察厅，完成收集清扫的工作。明白了吧？是。等一下，我给你拿调令，你马上就去报道。所以刚回来，辛苦一点。那我先去了。好，去吧，一定要小心。这次我可是奉命陪你再次入围城，别再出什么乱子。放心吧，我会扮演好钦差大臣这个角色的。哎，你说咱们这回算不算是孤军奋战呀？云飞，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是孤军奋战。报告，进。哎呀，久违久违啊！我何某人总算把你们盼来了。胡长官指示如何呀？长官的意思啊，是请何师长固守待命，积极寻找周边共军的主力。哎，还寻找什么呀？现在到处都是共军的主力在出没，我也搞不清楚现在哪个是共军的主力。眼看周围的部队被共军一个个消灭，我这延安都快成孤城了。西安行营还有几十万大军作为后援，何师长，不用自看军心。
少田，你这是要带我吃什么去啊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陕西的名小吃，带你一会儿去好好尝尝。这边的美食简直太多了，这说着我肚子都饿了。好，老板。行，慢走。啊，就这。诸暨羊汤。哎，掌柜的，嘿，两位老总，2碗羊汤。好好好，走走走。再要2个油旋儿。哎，好嘞。你这要了2个油旋儿，这要把它当泡馍蘸着吃啊？那你这个吃法够新鲜啊！慢用啊。看着还行。哎，掌柜的，哎，你快给说说这个东西怎么个吃法？啊，这油旋儿得和这羊汤配起来吃，才更鲜更香。就是要求摸清29军刘戡的军事装备情况还有部署，特别是摸清各部的军事配置，尽量稳住河。这个想咋地吃就咋吃啊，咋吃都好吃。好嘞，吃吧。陈长官，这些臭虫们的藏身之处都摸清楚了，咱们什么时候行动？怎么还有教堂呢？您是不知道，这些修女们打着救济难民的旗号，竟然窝藏了几10个小次郎，干脆全部清扫，统统抓起来，看他们敢不敢浪费党国的粮食。你也不过是苏州河边的小青皮出身，做着拐卖人口的活计，真以为没人知道呢？现在不过混了身皮，就把自己当人了是吧？是，长官您说什么都行，但这活是干还是不干？这上面可是按照清扫人数发放奖金的，您可不能让我一家老小都喝西北风吧？行，教堂的事情我来管，其他随便抓。是。挥手往前走，心依旧在守候，穿过痛，悲伤不留，恍然中霜伴着长路，旅程到哪里停住？相信悲伤总会过去，一切化入回忆，不让眼泪停留在脸庞，相信